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，希望您在这里度过一段轻松愉快的时光。今天我们想为您带来以下新闻：王一博私生爆料风波，假实锤背后的信息失真与追星边界。娱乐圈这片瓜田，从来不缺故事，也从不缺围观者。最近，一则围绕王一博的所谓私生爆料在 X 平台迅速发酵。一个自称疑似私生饭的账号突然抛出大量信息，从出入境记录到购物清单，一股脑地摆上台面，信息密度之高，细节之碎，让不少人第一时间产生了这次是不是来真的错觉。尤其是其中提到与其美和相关的内容，还附带购买儿童玩具的描述，更是瞬间点燃了舆论的想象力。这种操作带来的冲击感，很大程度上来自一种错位。当私人信息被包装成证据，明星仿佛被置于一个毫无遮挡的透明空间之中。随着话题扩散，另一波重磅内容紧随其后，所谓的聊天记录截图开始在网络上流传。这些内容被刻意剪辑、拼接，呈现出一种极具戏剧性的叙事结构，不仅涉及对同行穿搭与造型的评价，还牵连到肖战、蔡徐坤、鹿晗与关晓彤等多位公众人物。表面上看，这些聊天内容细节丰富，语气生动，甚至还附带消费记录，例如 1.4 万元的红酒订单、399元的运动鞋购买信息等。这些看似具体的数字，恰恰是最容易让人产生真实感的元素。但正如过往多次类似事件所证明的那样，信息越是像真的，越需要被审慎对待。很快，部分网友开始从技术层面与逻辑层面进行拆解，所谓的实锤也随之出现裂缝。首先被指出的问题是聊天记录中所使用的手机号。经过比对，有人发现该号码属于王一博早在2019年就已经弃用的旧号码，这一时间线上的错位，直接削弱了整段对话的可信度。其次，有熟悉平台机制的用户指出，小红书的聊天记录并不支持跨设备完整调取历史记录，而爆料中呈现的内容却显得过于完整，这在技术上本身就存在疑点。更具戏剧性的一幕则来自爆料者自身的操作失误。在发布录屏内容时，由于处理不够严谨，其个人信息被意外暴露，导致身份线索反向指向发布者本人。这种被网友戏称为自爆卡车的情形，不仅削弱了爆料的严肃性，也让整起事件在舆论场中逐渐从可能的猛料转向漏洞百出的闹剧。当信息源本身失去可信度，原本建立在其上的所有推论也随之失去支撑。至于奇美和买小朋友玩具这一细节，则成为舆论发酵过程中最具延展性的部分之一。在缺乏确凿背景的情况下，网友的想象力迅速填补了信息空白，各种解读层出不穷，从生活变化的猜测到更为夸张的剧情延伸，几乎覆盖了所有可能的方向。然而，这种基于单一信息点的过度联想，本身就存在明显的逻辑跳跃。即便暂且不论信息真伪，单纯从常识出发，购买玩具的动机也可以有多种解释，可能是送礼，可能是收藏，也可能与日常生活中的其他需求相关。将其直接与特定结论绑定，更多是一种情绪驱动下的推演，而非理性判断。在事件不断发酵的过程中，相关方的回应也迅速到位。王一博所属公司乐华娱乐发布声明，明确指出相关内容属于恶意伪造，并表示已经委托律师进行取证，将对造谣与传播行为追究法律责任。与此同时，平台方也对涉事账号进行了封禁处理，从传播链条上进行切断。这一系列反应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舆论，也为事件划定了一个相对清晰的边界。如果将视角从个案抽离出来，这类事件背后所反映的问题其实并不新鲜。所谓私生饭群体，长期以来一直处在粉丝文化的灰色地带。
他们以更接近偶像为目标，通过跟车。感谢观看视频。如果您觉得这条新闻对您有帮助，请记得点赞、评论并订阅频道。祝您生活充满正能量！再见，我们下个视频见。